比美国做的还极端。印度三军前负责人集体进入台湾岛，暴露其战略牵制意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强少。在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政治军事领导者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是极为敏感的议题。所以，就连美国政府都要受到一个中国政策的限制。能到台湾岛参加各种活动的，往往都是退役军人、议员和前官员，而美军的前高层将领还没有集中串台的情况发生。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美国人不敢干的事儿，或者还没干的事儿，被印度人抢了先。近日，印度的前海军、陆军和空军参谋长同时出席在台北举办的凯达格兰论坛2023年印太安全对话。这个信号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台湾地区当局举办这次论坛的动机没什么好说的，无非就是想拉拢一些所谓的民主国家的人士来讨论维持台海和平的重要性，来凸显蔡英文当局借助外力给大陆施压的决心。正常来说，如果印度只派出一位前军种的最高将领，也就算给了台湾地区当局天大的面子。而刻意让前三军将领同时出动，那可就不简单了。首先，我们要关注印度是否也想学习美国，将看涉台海问题作为其对华外交的一种遏制手段。从外交层面看，印度对中国有着天然的劣势，因为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军事支持巴基斯坦来制衡印度军队，而印度军队过去只能在边境线与解放军对峙。如果印军高层也想与台湾军方发展非正式的互动，而且有国家层面的战略设计，那么就能解释这种情况了。这第二种情况，印军前将领此举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考察台海军事危机的风险。有消息称，印度国防参谋长阿尼尔·乔汉上将的办公室已要求这三个军种在危机全面爆发时为印度提供建议和选择。所以才有了这次集体行动，这也是印度军队无法在解放军那边获得台海局势的可靠情报而搞的一种比较无奈的选择。毕竟，真正掌握台海主动权的是中国大陆。第三种情况就是印度军队可能真想在台海发生军事危机时自己也干点什么。印度媒体过去一直在宣扬一种观点，那就是一旦解放军对台动武，印度军队就会在中印边境地区开辟一条全新的战线。如果印度军队真的在做这样的规划，那么与台湾地区军方建立稳定的联系，增加军事互信，就是他们建立战场策应战略的关键一步。当然，基于解放军对台动武主要动用的是海军和空军，而我军面对印度方向的主要是西部战区的陆军。印度人真要这么搞，那就是在找死。过去我们就说过，印度这个国家在外交上习惯于玩投机，如果只是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在各大国之间捞好处，那么的确显得非常有智慧。但是如果自己的实力不够，还想把自己看成是与美国同等级别的地缘政治博弈选手，那么最后的下场会非常凄惨。对中国人来说，无论印度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或者就算各种动机都有，此次派出其前三军最高将领同时参加台湾的会议，性质都是非常恶劣的。如果印度敢在中国大陆面前打台湾牌，我们反制的手段会非常多，可以是对巴基斯坦主张的强力支持，也可以是解放军在边境线上强化部署，对任何挑衅的行动实施强有力的反击，绝对不能让印度军队好受。